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留言告诉我。我上一集影片讲到，特斯拉与金字塔 ，SpaceX 星舰首度试飞行失败。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我们刚刚谈到电流大战，如果转换成磁力，能做到穿越时空吗？我想问大家是，你觉得世上真的有瞬间移动吗？如果有，那想必是打破时间跟距离限制，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以我们现今的科技技术看来，还有一段努力的空间，是吗？还是这项技术它早就完成了，只是不想让你知道。我今天要说的实验叫做费城实验，它从曝光到燃烧，到整个科学界热议，但怎么最后结果是草草结案，便都是传说呢？这一切操作下来，就像是人为刻意的操弄。费城实验出自于1943年的10月，当时时空背景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因为跟日本、德国交战时，他们的舰艇常常会被击沉，所以有人提出，那我们前粹把船只隐形，能够在神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能轻易击沉对方吗？当时他们的脑筋动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上，既有磁力跟引力的改变，应该可以做到吧？就在10月28号，美国海军在费城进行了一次人工磁场的机密实验，他们的标的物是要将驱逐舰艾尔德里奇号从船舰到船员全部送到另外一个空间。当下咔咔，实验开启了，在强大的能量之下，整个船跟人真的全部不见了。正当大家一阵慌张，他们被传到哪了？接下来讯息陆续传回，有人说他们在600公里外的维吉尼亚州基地看到了船舰，相关单位立刻赶往穗凯，这一看船舰还在，但怎么船员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因为有60%的船员都不见了，那剩下40%的人呢？这一看他们两眼无神，在那个当下，他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瞬间移动有可能吗？美国在很早之前就试图将这一类的科幻情节变成事实。美国曾经秘密地举办了一场实验，就是1943年10月著名的费城实验。实际上这是在2次大战1943年进行的实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实验？因为1943年当时美国跟日本是德国还在交战，这样的激烈，那美国的这个船都会被打沉，所以当时美国就想说，如果我能够让船隐身起来，是不是非常好？他们已经可以轻松地打败这个敌国。1943年10月28号，美国海军在费城进行了一次人工磁场的机密实验，而这个实验成功的将一艘驱逐舰以及全体船员投入了另一个空间。在实践过程当中，实验人员启动脉冲或非脉冲器，让船只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随后整艘船被一团绿光笼罩住，船只跟船员也开始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次磁场一打出来之后，大家看到说，没多久在他们的眼前，这一艘艾尔德里奇号驱逐舰居然消失。不说，那在600公里外，在维吉尼亚州有一个诺福克的基地里面，居然有人在那边看到说，这一台船居然在那边出现，而且穿越时空600公里。对，而且出现的时间还不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是几分钟的时间。几分钟时间它又消失，又回到这个地方，费城实验。也就是说，这个空前绝后不可思议的实验，让驱逐舰平行漂移穿越时空600公里，这让科学家惊叹之余又有点不安。他们的理论是说，即有所谓的磁场跟动力的借引力的改变的时候，可以让周边的光折射，折射回去的话就看不见，就变成隐形。不可思议的实验，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于是他们迅速切断了磁力产生器的电源。等到绿雾渐渐退化之后，艾尔德里奇号又重新回到雷达和人们的视野。实验终止后，船舰被送到了479公里以外的诺福克码头。但接下来陆续发生诡异事件，有些船员依旧留有实验的反应，不论是在家里或街上，甚至在酒吧或是饭店里面，都会突然无缘无故消失又出现。
这让旁观者们非常惊讶。他们一开始认为说这个实验是成功，但是他们上了船的时候发现到糟糕，好像会产生非常难解释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他在移动的这个瞬间的话，60%的船员不见，有时候他们去清点人数，有40%的人在60%都不见到哪里去了。那生还者很多人，他们在回来时候，你问他说你们到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讲不出话来，就好像很茫然，就好像有点神经错乱的这个样子。另外，当船员登上驱逐舰后，很多人分辨不出方向，而且常常感到恶心。更糟的是，他们已经不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不管这些官兵实际身体状况如何，他们都被美国海军判定为心理健康程度不适合服役，然后逼迫这些人退。And the battleship Eldridge disappears. The ship is found after some time, but the condition of the crew members is horrifying. All of the crew members were scared and traumatized, and they claimed they had a supernatural experience. Some of the members were physically hurt. Most of them were declared mentally unstable. 过没多久，参与费城实验的主要负责人突然轻生了。临死前，他说这项实验跟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也让这个实验更增添神秘的色彩。因为爱因斯坦认为电磁场以及重力场之间是有连结的，它们之间必存在某种关系，只要电场、磁场、重力场达到某种平衡，就可以实现瞬间移动。但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前方等待他们的会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事件发生不仅如此，传说还有后续。根据当时的一些知情者说，看到船员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一些船员无故的消失，甚至有一部分的船员镶嵌在墙上，跟船上的钢板完全融合。这就是名为费城实验的科幻恐怖故事。参与计划的科学家阿尔比莱克说，当医疗人员登陆驱逐舰上，他们立刻惊恐地回报 Bodies were literally buried in the steel, dying or near dead. 有的人则是右脚消失地躺在地上，还有的人身体及船体相连在一起，甚至有人的下半身就像陷入泥沼般的陷入了甲板。而且当他们清点人数时，竟然发现船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员消失了。We're almost alongside. There's been a fire. It's still burning in some places. You got a camera? There are men moving about on the deck. They appear to be pretty badly burned. My God, there's a man buried. He's in the steel. He's buried in the deck. Can't describe it. He's alive. He's alive. 这一些科学家对于这些人到底要去哪，以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完全摸不住头绪。不过美国海军随后封锁了所有讯息，有关这次实验的所有记录也被列为绝密档案无一。的第二次实验吓坏了所有的人，美国军方立刻终止计划。此次实验伤亡惨重，他们只能想尽办法尽力掩盖事实的真相。比莱克博士说，所有伤亡船员的家属只被告知他们在战争中不幸过世，这是美军所能想到最好的解释。这项计划最后被升级成比最高机密还要机密的机密级别。但有此一说，费城实验是一项流传已久、就闻所有参与计划船员都否认曾经有任何事件发生，除了一位目击者宣称他参与整个实验发生经过，但远远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而且实验内容缺乏了严谨的科学理论基础，费城实验的真实性普遍受到质疑。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个单纯的都市传说罢了吧。甚至为了要掩盖这项计划，美军后来修改了艾德里7号的日记，表面上艾德里7号从未来过费城，不过美军千算万算没有算到2个人。在刚刚的故事当中，我们有2个人没有提到，第一个是参与计划的阿尔比莱克博士，另一人是目击整起出现又消失的卡洛斯阿兰德。他们的说辞总该能信了吧？据说卡洛斯阿兰德当时在现场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磁场，还能感受绿雾的能量。这说起来有点神秘，但他非常确信绝对没有看错。于是他写信给一名叫做杰苏普的天文学家，希望能寻求他的帮助。很可惜他最后被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直到1955年，一封神秘的牛皮纸袋送到了美军的办公室里面去。虽然他们相当的紧张，这纸袋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秘密，是美军不愿给世人
知道的真相吗？ I don't believe this. The Elders is beginning to fade, sir. She's gone. I didn't think it was possible. She's radar invisible. Congratulations, Doctor. Looks like you've just taken the entire German fleet out of this war. How is it? Jim got spooked in here. 电影《消失的1943》里头情节叙述的就是费城实验。 Captain Robertson, sir. It's a cutter. They say the Eldridge has vanished. Of course she has. She's radar invisible. No, sir. She's really vanished. She's gone. Get me the captain of the Eldridge on the radio right away. It's impossible. Ball boy. Sea dog. Over, ball boy. Sea dog. Shut her down. Tell the Eldridge to kill the generators. Tell them! They broke off communication, sir. Keep trying. 艾尔德里奇号瞬间在眼前消失，他去哪里了？卡洛斯·阿兰德在美军第一次实施实验计划时，正巧他的船就停在艾尔德里奇号的附近。一开始他是先注意到有一团绿色的雾气包围艾尔德里奇号没多久，这艘船就消失了几分钟后，却再度出现。This is what's going on.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see right now? Stars, moon. It's night. Did you see a ship? I mean, did you see the ship, the town? Yeah. I was spinning around. What's going on here? 像谜一样的费城实验究竟存不存在？众说纷纭，有人说美国海军极力掩盖真相，但别忘了有人亲眼目击艾尔德里奇号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他还说当时现场产生一股强大的磁场，他甚至能够感受到绿雾带来的能量。虽然他所看到的一切非常的不可思议，但他又非常确定自己没看错，于是他开始写信给一位叫杰苏普的天文学家。杰苏普是少数早期就开始研究 UFO 的知名学者之一。那时候卡洛斯·阿兰德想说研究 UFO 的杰苏普应该会相信他，没想到事与愿违，杰苏普并没有相信他，这下还能怎么办？直到1955年，一封神秘的牛皮纸袋送到了美国海军办公室，当军官打开纸袋，发现纸袋里装着一本杰苏普所写的《飞碟事件》一书，重点是有人在这本书中的空白处写下了目击费城实验的经过。当时美国海军非常震惊，立刻请来了专家比对笔记，希望可以尽快找到自己的主人。不过分析后发现笔记来自3个不同的人，但又不能确定这些人是谁，于是转向寻找这本书的作者杰苏普。当杰苏普看到信中的笔记时，他马上认了出这个笔记正是这些年来不断写信给自己的卡洛斯·阿兰德。这时候杰苏普心里有了疑问，如果卡洛斯·艾兰德这个人说的是胡言乱语的话，那么美国海军完全没有理由去找他，于是他立刻展开调查，并且尝试与卡洛斯·艾兰德联络。当他试图从信件上的地址寻找卡洛斯·艾兰德时，他才发现在过去卡洛斯·阿兰德寄给他的信件地址不断的在更换，所以根本找不到他。难道这位目击者只是虚构吗？杰苏普不放弃追根究底，后来证明有这个人，但他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出现过。杰苏普认为费城实验不单纯，他继续努力调查。有一回他在费城酒吧喝酒，竟然听到这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曾经有一晚，艾尔德里奇号的船员在酒后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本来酒后起争执也不算什么，可是在他们大打出手的时候，酒吧的服务生以及顾客竟然看到前一秒还在打架的海军后一秒竟然消失了，然后没有多久又出现，就这样不断的巡回了2-3次。1959年4月19号，杰苏普的好友兼同事曼森·瓦伦泰博士接到了杰苏普的电话，电话里杰苏普兴奋地说他对费城实验的调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约了朋友隔天好好详谈。不过约定的时间到了，却一直等不到杰苏普，难道发生什么事吗？这个教授呢，后来竟然会在一个车祸里面直接就被人家一撞死掉了，所以整个费城实验这个东西又被压了下来，是意外还是计划性谋杀？因为杰苏普的车子被发现停靠在公园，引擎还持续在运转，而且排气管的管子却接了车内。杰苏普早就已经奄奄一息，后来警方判定杰苏普是轻生，但是真相是什么，终究没人知道他到底遭遇到什么事。但可以确定的是，费腾实验似乎很难找出真相，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里面说，整个他已经了解了物质和能量的关系，E等于 mc 平方，但在这宇宙中还有几个其他的能量，这个场是一直不能统一的。可以爱因斯坦来讲说，上帝不会开玩笑，上帝不会掷骰子，一定有办法把它给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费城实验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电磁力可以去让重力波产生波动，而波动之后就可以打开时空之门。那条驱逐舰就是进入过时光隧道，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失控的状况。这样一个实验结果，美军就赶快把它封起来了。
封起来。之后，从此爱因斯坦不再讲这件事。特斯拉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的手稿 FBI 胡佛通通把全部人拿走了，就变成一个谜。如果费城实验是一个高机密的实验，为什么外界会知道这个实验的存在？原因出在杰苏普身上，所以后来就是一个杰苏普教授就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所以他开始积极调查，慢慢去追踪，才查出来说有这么费城实验。那些家属才听说，原来你拿我的先生，拿我的儿子去做这实验，所以家属就说要求国赔，闹得沸沸扬扬的国赔，使得费城实验不再机密，但终究没人能解开他的谜团。最近开始公布一些资料，事实上当时美国真的很想相信，说利用电磁波的能量让我的战舰成为一个力中战舰，所以在纽约这边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也是由特斯拉直接去立了几杆电杆，然后电杆里面有很多放大器，用电磁力量打过来之后，但是在纽约这边还没有成功。但没想到费城实验不是唯一的，曾经做过很多相关的实验，也有一说是实验确实存在，只是无法瞬间移动穿越时空。不过也有人认为，参与计划的人被迫签署保密条款，只有最高层的人才会知道费城实验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而爱因斯坦在最后研究同一场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焚烧了自己研究多年的手稿。有人认为，因为爱因斯坦是有不希望日本原子弹事件再度发生，所以忍痛将手稿烧毁。不过当初美国海军就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电磁力理论找上了特斯拉。1942年的第一次实验彩虹计划只是交给特斯拉负责，他也不负众望，很快研究出一个装置。但后来在实验过程中，特斯拉发现这些装置有缺陷，会产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甚至建议美国军方停止实验。特斯拉预见到该实验将对人体和精神都造成巨大的伤害，并且线圈间相互干扰表现得极不稳定，连特斯拉本人也一时无法驾驭。1942年底，特斯拉被迫辞职。1943年1月7号，他就被发现独自一人死在了纽约的饭店。虽然官方的说法特斯拉是死于心脏病，但种种迹象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或许就是当局的暗杀。至于船员的瞬间消失，还有甲板融合，或许是当初特斯拉提出的警告之一，只不过不被美国军方采纳。原来你在时空转移过程中，你分子裂解到一个时空，你再回来时候，你在时空中裂解之后推挤溢出来之后，人嵌在甲板上面，人嵌到肛门上面，人砍到墙壁上面，人血肉跟钢体结合在一起。比如时空转移之中，人体跟钢铁整个融合在一起。你说在时空转移的时候，对人体会分解，对钢铁会分解，所有东西都会分解，在分解过程里面，人跟钢铁又组合在一起。说到底，费城实验是否真实存在，没人敢轻易断言，而许多未解之谜，只能期待官方给真相。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